咦，这灵气不太纯呐。奶团子突然泄了气，啧啧有声起来。啊，什么鬼呀！枉费我如此期待，天天盼着占便宜搓团子，结果这灵气根本不行嘛，一点都不纯粹也就罢了，还掺杂着好多弹药难闻的味道，完全就是造假嘛！魏锦城，我真的是高估你了，要是真等着这些灵气搓团子，别说吃了没用，说不定还会药物中毒呢。魏思瑶翻了个白眼，真心觉得某些人真的很浪费感情，而后便扭头背着小手手，绝情地转身离去，就完全不值得搓呀。于是他慢悠悠走回皇帝身边，爬上椅子，哼哧哼哧坐好。刚才还无比兴奋的魏楚业知道真相之后，突然就没感觉了。魏锦城这孩子真的不值得期待，真的太差劲了。不过还好不是他们魏家的血脉，不然真的丢脸死了。再看看朝堂上的人皆看向外面，他重重的冷哼一声。哼！众人这才回神，想起来现在还在早朝，一时间无比尴尬，但也有反应迅速的，当即看向魏宏远，笑道：哈哈哈哈！恭喜齐王，贺喜齐王！听说小公子马上进阶了，想必这天象一定是小公子的，这资质可不俗啊！啊，是啊，曾经还有人谣传小公子就是个废物，修为垫点儿。现在看进阶天象，完全不是这样啊！恭喜齐王，贺喜齐王！小公子造化必定不凡。南间现在还有不少其他宗门的人，还有玄天宗，这资质去颍川三大宗屈才了，一定是进玄天宗的料啊！魏宏远一高兴就飘了，嘴都瓢了。呵呵，承各位吉言，本王也觉得玄天宗不错，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八荒阁强。偏有人浪费了一身才华，放弃了玄天宗，也得进入什么八荒阁。哼，真是。魏宏远的话还未说完，在场所有人却都齐齐闭上嘴巴，没有人说话，甚至很多人已经扭头站好，心惊胆战的不敢抬头去看龙颜。八荒阁什么来头？八荒阁可是皇上前头搞起来的，还特意批了地皮，命人动工建造，听说最近就竣工了，而且皇帝好像还要去参加竣工仪式，明显能看出皇上对这个多重视。齐王却要贬低八荒阁，那不是按着皇上的面子在地上摩擦吗？大家自然都不敢出声了，怕就怕突然安静，现在就突然安静了。齐王眉毛一挑，扭头看看突然不说话的人，心情突然有些不爽。怎么啦？现在八荒阁连说都不能说了吗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宗门啊！哼！想着他扭头看向坐在皇帝身边的小团子，却正好对上了魏楚业冷冷的目光。齐王一惊，赶紧低头避皇帝威势，魏楚业却已经哼冷出声：齐王出言不逊，罚1月俸禄。父皇！齐王都惊了，现在他们一家人全靠着他的俸禄生活了，铺子里赚到的钱根本就不够家里开支，现在还要罚俸禄，让他怎么活？锦城还要靠着丹药修炼呢。等你知道你错在哪里，再来同朕说吧。魏楚业冷哼一声，不再搭理他。奶团子本来都昏昏欲睡了，不过他的渣渣爹还是很给力的，竟然给他找了不少乐子，正好他也精神起来，笑眯眯道，看着渣渣爹吃瘪的样子：你不吸收灵气，对修为有帮助的。哼，这等劣质灵气会影响我的修为，只能说小地方的人修为也拉胯，什么玩意儿？而且比起魏荣轩的差远了，真是兄弟吗？未免差太多。红菱不屑一顾，本想坐下吸收的楚月月感觉了一下，好像还真的有点不太对劲，他修为不够，说不上来。但既然红菱这么厉害的人都这么说了，他也就干脆起身没有吸收。而颍川三大宗门的人也都没有坐下吸收，只有4国的弟子在贪婪的吸收魏锦城的天象。等到天象完全散去，魏锦城终于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恭喜师兄进阶！虚寒宗学一开始就说过，师兄天资卓绝，能力过人。现在一看，果然如此啊！听着众人的夸赞，看着大家逢迎的笑脸，魏锦城终于笑了，觉得自己失去的一切终于又回来了。只要听宗学的话，大家也能如此，我这算什么？魏锦城又恢复成以前那个温婉少年，说话有理有度，眉眼含笑，风度翩翩，完全就是高光时刻。宋明几个人见状都开心坏了。魏荣轩几个人下朝回来，看到的就是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魏锦城。少年跟最初一样，眉开眼笑，一身风光，一眼望过去，魏子轩突然有一种好像又回到过去的错觉，他和大哥还是废物，魏锦城却被人簇拥在中间。魏子轩皱了皱眉，而这动作却被宋明敏锐捕捉到，他当即大喊：哈，魏子轩，为什么要皱眉？怎么，不爽锦寒兄进阶吗？你怕不是嫉妒锦寒兄的才华吧？魏思瑶忍不住乐了，真特喵的太搞笑了，他哥哥需要嫉妒魏锦城的才华。他在魏荣轩怀里咯咯咯的笑，宋明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，他恼怒地盯着大笑的团子，然魏荣轩却十分严肃开口：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魏子轩、魏思瑶，不是大哥，你刚想说啥？那就管好你妹妹，不要叫她嘲笑别人。
哥哥你误会了，思思真的没有嘲笑别人。魏思瑶奶声奶气的声音特别好听，果然大家的视线都被吸引过来。思思只是正大光明的在笑而已，哥哥讲的笑话真的太搞笑了，哥。宋明总感觉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扇自己巴掌，一下一下的，滚烫热辣的疼，好像骂娘啊呀。宋明兄，多谢你替我说话。魏锦城终于开口，他走过来，立在几个人面前，先看了看魏荣轩，少年轩轩欲立，面无表情，但他还是盯着魏荣轩，开口：大哥，承蒙关照，我进阶了，现在筑基系1层，恭喜。魏荣轩淡淡道。虽然他语气平淡，但魏锦城却十分开心，继续道：我的目标是大哥，早晚一定能追上大哥的，你说是吗，大哥？明显的挑衅让魏子轩恼怒咬牙，而此时他突然感觉到了平静的丹田内传来一阵躁动。魏子轩一惊：大哥，我好像要进阶了。一直平静的魏荣轩突然笑了，淡然开口：很好，时机刚刚好呢。你也要进阶了？魏锦城几乎是脱口而出，说完之后他才猛地反应过来什么，迅速压下脸上的震惊和嫉妒，换上一副欣喜的表情。魏子轩能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而魏荣轩也不想跟他废话了，带着魏子轩便找到田达宗学。宗学，我弟弟要进阶了。子轩也要进阶了。田达无比兴奋，来，上这边来。刚锦涵进阶，清空了一间房间，正好给你用。大家纷纷避让。哼，什么嘛，看你进阶了就说他也要进阶，学人精。就是什么人呢？我感觉他进阶不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怎么会？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说话，完全都是对这两兄弟的不爽和气愤。红玲也在一边瞧着，他走到魏荣轩身边道：你弟弟行吗？不知。这冷若冰霜的态度惹得红玲怒火蹭的一下涌上来，但到底没有爆发出来，他竟然为了魏荣轩忍下来了。我去拿东西，看能不能助二哥一臂之力。说完，不等几人说话，就扭头离去。很快，魏锦城便摸到了魏子轩所在房间的后面，鬼鬼祟祟地拿出一个小瓷瓶，他将盖子打开，一丝丝黑色的气息从里面翻滚扭曲着挤出来，从窗户缝隙挤了进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左右看看，确定没人察觉，这才赶紧离开。而当他放出黑气的那一瞬，魏思瑶便第一个感觉到了异样，他想也不想直接从大哥怀里爬下去，诺诺道：大哥，我去尿尿。说完扭头一溜烟跑没影了，连说话的机会都没给魏荣轩。啊，这尿尿什么的好像帮不了，思思毕竟都3岁了。而此时那一丝黑气已经接近打坐的魏子轩，并成功进入了魏子轩的经络。原本马上要进阶成功的魏子轩，只觉得经络之中突然多了一丝冰凉彻骨的东西，他立刻感觉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。痛！二哥，思思，快去叫人啊，思思！哎，果然意识不盯着就会出问题呀。奶团子立在昏迷的二哥身前，肉嘟嘟的胳膊环在胸前。魔族气息！有人下毒。小胖鸟和小狐狸各抒己见。你们俩说的对，不过好在还有我在。奶团子挺起胸膛拍了拍，简直可可爱爱。他从容淡定地伸出一根手指头，瞬间凝聚出一点灵气，那灵气无比纯透，而且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成像是水滴一般的东西。小狐狸和小胖鸟都看傻了，大能之中的大能啊！这小丫头拿回灵力之后，好像更强了呀。梁小芝发现这一点之后，瞬间两眼放光。梁小芝紧紧凑过来，简直不要太狗腿。而此时，魏思瑶也将指尖灵气凝聚成的水珠，从魏子轩眉心点入了体内。呼，还好只是第2步，要是到了第1步就凶险了。搞不好二哥的修为就真的废了。毕竟就算废了修为，也不能让二哥成为魔族。那一滴灵气水珠瞬间包裹住已经吞噬完不稳定因素的魔气，速度之快，魔气都没有反应过来。而等他反应过来想要挣扎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而且这一丝丝魔气竟然发现自己好像根本冲破不出去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强横？大周都城什么时候有修为如此之高的修士了？难道是昆仑宗派人来了？这一丝魔气明显有人操控，魏思瑶感觉到了他的试探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从魏子轩体内把魔气提取出来，而后2根肉嘟嘟粉嫩嫩的手指狠狠一捏，捏死他。那一丝魔气被捏成粉末，连最后一点气息都消失无踪了。地上痛哭晕厥的魏子轩，皱起的五官终于缓缓平静下来。呼，大功告成，快走，别被二哥看到。嘘，我们要保密。对，我就是这么低调的小可爱。魏思瑶开开心心哼着歌，带着梁小芝回到窗前，而后继续哼哧爬窗户，直到他离开，躺在地上的魏子轩才猛地睁开眼睛，除了震惊之外，更多的是欣喜。思思好厉害呀！天啊！我的妹妹是大佬呀！不但体内的异样没有了，而且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天啊，他好像变得更厉害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超过大哥。大哥，魏锦城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他的小跟班。这么久过去了，还没动静，大哥，我有些担心。魏锦城什么都没说，但却给人一种里面好像出事了的感觉，这让魏荣轩眯起眼睛，冷冷望过来。喂，魏荣轩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就是
我们景寒关心你们，还关心错了吗？真是狗咬吕洞宾。不劳你们担心。魏荣轩被这几个人烦得紧，淡淡道：二弟一切安好，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们去别处等待，挡着我了。魏子轩待的屋子就在正前方，这几个人一挡，可不是挡得严严实实。你……宋明气坏了，扭头道：景寒兄，我们走。真是好心喂了狗，什么东西？走还怎么看热闹？又怎么能显出他魏锦城来？于是他露出一副犹豫的表情。我知道我让大哥不喜，但这时间的确有些长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然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看看，说不定还能赶上见你弟弟最后一面。若是进去的晚了，那就真的天人两隔了。魏锦城暗暗想着，嘴角是压抑不住的弧度。进阶时间有长有短，还有人闭关半年才进阶的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大哥甭跟他讲人话，他听不懂的。魏思瑶两手叉腰，对魏锦城道：不关你事，滚，听明白了吗？魏锦城终于被激怒，但他忍得很好，只有眼皮因为怒意狠狠颤了颤。嗨，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们都不担心自己兄弟吗？明显就是出了问题，怎么不信呢？大家快来看看，这一家人可真是凉薄啊！堂兄弟不管不问也就算了，亲兄弟还如此。宋明大声叫嚷，果然引来众人指指点点。毕竟魏荣轩太有名了，一点抹黑就能招来更多的黑料。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都误会了。只是二哥迟迟不出来，大哥担心，一不小心说得重了些。然他的话还未落音，众人便感觉到一道灵气波动，猛地从屋内如水波一般，眨眼之间骤然荡开。好强大的气息呀！青阳真人率先出声，连颍川三大宗门的其他两位也终于扭头看向魏子轩所在的房间。快盘膝坐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不知道谁叫了一声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坐下，准备吸收进阶的灵气。宋明，我们也坐下吧。盖宇有些着急，宋明却骂道：做个屁，打死都不吸收那两个人的灵气。吸收魏子轩的灵气？哈，白给他都不要，要吸收也是吸收锦城兄的。然话还未落音，原本浑厚刚猛的灵气却突然不见了，所有人都忍不住一脸哗然。啊，灵气呢？我还没吸收呢。我才刚坐下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连红灵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，显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好好的进阶灵气怎么会突然没了？除非有人把灵气收集起来了。青阳真人忍不住感慨：谁呀？这么厉害，能收集灵气的至少也是出窍期以上的高手吧？而且还得是出窍期巅峰以上。天哪，出窍期以上，这样的人竟然会出现在大洲。不少人都惊了，下意识四处张望，试图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位大佬的身影。见大家开始四处打量，魏荣轩默默用袖子挡住了小妹的身影。谁都没看到的地方，魏思瑶正飞快地晃动着小手指头，不断翻飞舞动。很快，一个小小的丸子便出现在掌心。哈哈，搓好了！二哥因祸得福，不但清除了体内的杂质，修为还更精进了。从搓出来的丸子上就能看出来，嘿嘿，又透又干净呢。真的谢谢魏锦城这厮，哈哈哈！果然是魏锦城。少年眯了眯眼睛，魏子轩兴奋地推开了房门，走出来。子轩，你好厉害呀！子轩师兄真棒啊，跟荣轩师兄不相上下，你们不愧是亲兄弟。修为纯透，强而有力。子轩师兄，你以前都是太谦虚了，什么只是一般修为，明明很强好吗？这下簇拥着魏锦城的那些人疯狂涌出来，转而簇拥起了魏子轩。魏子轩笑得合不拢嘴，原来被别人簇拥是这种感觉啊，还怪爽呢。哈哈，真的很一般，真不是谦虚。子轩师兄，你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到现在还在谦虚，可不是品学兼优。哈哈哈，魏子轩成功飘了。恭喜二哥，二哥的修为比我强，我很钦佩。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他的手都是颤抖的，他只能拼命压抑着。啧，气的手都在抖了呢。不过要是换了我，一定也会气死。做足了准备，人家却还是晋升了。啧，所有努力白费，不气死才怪，哈哈哈。魏思瑶露出笑容，魏子轩和魏荣轩兄弟却十分默契的齐齐开口：只能说多谢景寒，真的谢谢你呀，大兄弟！哈哈哈哈！魏子轩差点憋不住，想要哈哈大笑。魏荣轩也是面露笑意，只为锦城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难道魏子轩一早就知道这是他干的？魏子轩闭着眼睛，正在晋升的关头，不可能看到自己的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咬牙想着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谢我，但二哥能晋升，
我真的很开心。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眼底飘出丝丝轻蔑。只能说某些人的脸皮真的比城墙还要厚实啊。啧，南间迎来大喜事，1天之内2个人进阶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皇帝自然高兴，重重赏赐了南间所有有品阶的人，连宗学一并赏赐了，所有人脸上皆是喜气洋洋。李盼妹几个人围着魏子轩，满脸羡慕。没想到咱们中间最先晋级的，竟然是你小子。子轩，你得请客。对了，我爹马上要回来了，我们兄弟少不了就是一顿毒打，不然你把思思借我们2天，嘿，只要父亲高兴，我们就少了一顿毒打，多好。李盼妹和李年妹眸子死死盯着魏思瑶，那眼神就像盯着小红帽的大灰狼。不是，说我呢，怎么就落到我妹妹身上去了？魏子轩明显不同意，他们妹妹这么可爱，你们家全是男孩子，怎么可以？没事儿，你不同意，我们就去求娘。我娘跟你们娘关系老好了。几个人正说着话，一道鲜红的身影走过来，笑嘻嘻地冲几个人打招呼。哈，你们都在呢。见到红玲，几个人齐齐闭嘴。青云大比上，红玲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不怎么样，所以众人也都不怎么待见她。红玲自然知道这些人怎么想，但这次她为了魏荣轩来，自然不会让这些人再讨厌自己。我知道我以前是不对，但我已经接受到教训了。我师尊说我差点死在青云大比上，还好那个人手下留情，所以我也知道错了。几个少年更安静了，就突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青云大比上出手把红玲打成残废那个人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，突然提起这个人，让他们有些不知道怎么接话。倒是魏子轩笑笑，哦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是吧？红玲给个梯子就往上爬，心里开心的不得了。嘿，思思，以前是我不对，这些呢都是我特意带来给你的礼物。你看，这个是黄精灵芝，很好的哦，你虽然没有修为也能吃啊。这个是无牙松鼠，虽然只有1品，但很适合当宠物的啊。还有这个灵草做的点心，很好吃啊。红玲笑嘻嘻送出一大堆东西，这些玩意儿都是她不稀罕的，但虽然她不稀罕的东西，在没有修为的人面前也一样是一堆宝贝。红玲已经习惯了用不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搭人情，那些低修为或者根本没有修为的人见到这些东西都兴奋的不行呢。红玲得意洋洋，等着看3岁的娃娃被自己瞬间收买。然魏思瑶对这些东西看都不看一眼，真的完全不屑一顾啊。奶团子毫无兴趣，红玲急了，都是好东西，真的，你识货不？哎妈，不说这句还好，说了这句他就得好好给红玲上一课，教教他什么叫做识货。土甲龙见过没？红玲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土什么？是他知道的那个东西吗？他瞪大了眼睛瞧着，恨不能把脑袋都贴上去。九曲灵参见过没？啊，这九曲灵参，红玲整个人都有些激动。若是吃一颗九曲灵参，自己因为青云大比留下的伤不但能好，还能修为大增，说不定直接就晋升金丹期了呀。红玲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。万年灵乳见过没？独一圣手炼制的9品灵丹见过没？见过没？见过没？没。他下意识张嘴，却猛地捂住嘴巴，而后羞得满脸通红。身为玄天宗的弟子，怎么能说没见过？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默默挤出一丝笑容。呵呵，那什么，见过。见过你就给我这些垃圾。魏思瑶叉起小腰，一脸不爽。不要不要，太差劲了。红玲的脸被打得啪啪响了呀。这么一对比，自己这些东西真的拿不出手，完全就像是一地垃圾呀。见妹妹打脸完毕，魏荣轩及时把人抱回来，开口：我们还有事，子轩走了。说完带着人直接离去，而他一走，李念妹几个人也跟着走了。余下红玲一个人站在这里，对着魏荣轩的背影咬牙切齿。魏荣轩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你。红玲，别介意，大哥对谁都是这样。魏锦城假意靠过来，低声安慰。滚！满满的恶意全部冲着魏锦城而来，毕竟他只需要忍着魏荣轩，并不需要忍着什么魏锦城。然红玲的态度越是这样，魏锦城越是露出笑容。好，不过你若是想结识大哥，我作为三弟倒是可以帮忙。谁说我想结识魏荣轩的？红玲终于破口大骂，他在魏荣轩那里受够了委屈，赤红着眼睛怒道：应该是他爬过来恭维我。你说的没错，红玲，
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可以帮你的。说完这句话，魏锦城扭头离去，走得毫不拖泥带水。景寒兄，你去哪里了？宋明几个人已经等在门口了。没事，忘了些东西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庆祝一下。庆祝他进阶。于是，一行人选了都城最大的酒楼，吃吃喝喝到半夜，而后魏锦城才摇摇晃晃地回到王府。魏锦城一进门，便看到了坐在黑暗阴影里的魏宏远，男人明显一身怒意，浑身上下凉飕飕、冷冰冰的。魏锦城吓了一跳，一身的酒意立刻醒了大半。父王，混账东西，竟然还是比不过魏子轩！本王一直以为你就算比不过魏荣轩，好歹也比魏子轩强，结果呢？混蛋！枉费给你喂了那么多丹药，没用的东西。被自己瞧不上的废物，弄到最后都是天才，而且还是被自己赶出门的。魏宏远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会懊悔，并且深深地恨上苏子涵，所以不可以，那就是两个废物，不可以比王府里的孩子更优秀。魏宏远双目赤红，盯着魏锦城就像盯着奇耻大辱。他抬起脚来还想打骂，魏锦城心中一惊，连忙跪下抱紧魏宏远的脚。父王，玄天宗的红灵对我有好感，我想尽快拿下他，这样我就能进玄天宗了。玄天宗？魏宏远身形一顿，细细想了想，终于收回了拳头。哼，还算你有点本事，一定好好抓住红灵。玄天宗是中原第一宗，只要进了玄天宗，就是给本王长脸。这齐王府的王位，将来也一定是你的。魏宏远竟然许诺他王位了，魏锦城一阵惊喜。要知道，以前继承王府位置的事情，从来没有摆在明面上提起过。毕竟他是庶出，上面还有2个哥哥，轮也轮不到自己。他从原本几乎为0的几率，现在提升到了99%。只要加入玄天宗吗？父王放心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进入玄天宗。这玄天宗，他入定了。皇上，李元贞见到皇帝便老泪纵横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李将军终于回来了，看来那2个作乱的人阴谋没有得逞啊。不过这样最好，不然的话，魔族会从攻破的幽冥16州一路南下，直逼京城。不过也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那些魔族会从明转暗，接下来就是暗地里行事了。京城里现在也不是很太平了，就是不知道接下来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谁呢？不管是谁，一定都不是什么好人呢。李元贞听到这心声，当即一喜，匆忙抬头望去，果然是魏思瑶。思思小郡主已经3岁多了吧？天啊，长大了，也漂亮了许多，白白嫩嫩的，真可爱啊！哎，人家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个可爱的女儿呢？啊，这人为什么要这么看着自己？喂，想要女儿回去让你老婆生啊？不过你们家确实没有女儿命，倒是真的。李元贞看着李元贞失落的脸，魏楚夜快要笑死了。自己不但有女儿，还有孙女儿，孙女儿思思还是个大宝贝，连李元贞都得一脸眼馋的盯着自己孙女儿看呢。哼哼，皇帝心情非常好，于是他大手一挥，爱卿想要什么赏赐？这话说出来，大殿之上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那些担心李元贞的人此时都捏了一把汗。做臣子的最怕功高盖主，而现在皇上的赏赐答不好就是一道送命题。大叔啊，有啥说哈，不怕哈，我保你。魏思瑶心情不错，毕竟李元贞真的很忠心，就算是曾经被诬陷谋逆，被斩首示众，他心里也不曾对皇帝有过任何怨言，只是苦了李家一家人，发配的发配，冲官祭的冲官祭。奶团子拍了拍胸口，这让李元贞一阵感动，于是他在众人的期待之中郑重磕头。皇上，臣只求一件事。讲。臣只请求能让臣的8个儿子全部加入八荒阁，当思思小郡主的徒弟。啊，这个牛逼的大人物在说啥？8个儿子送给自己当弟子？这李大人是不是疯了？朝堂之上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还不如要金银珠宝呢。就是八荒阁就是个垃圾宗门，啥都没有。李大人这是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搭进去了，8个儿子的未来全部葬送了呀！没想到李大人竟然会提出这种要求，这是打算自毁前程吗？众人皆摇头叹息，晋王忍不住道：李大人，你为何不要求加官进爵呢？保家卫国是臣的本分，这些都是臣子应该为陛下分担的。皇上赏是皇上体恤下属，而微臣也想让孩子们忠君报国。八荒阁是皇上下令督造，小郡主是八荒阁宗主，更是皇上的亲孙女，加入八荒阁就是表忠心，而这也正是微臣想要的。几句话让所有人都被震撼到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八荒阁代表皇上，代表大周，但得不到好处的新宗门谁都不想去，只有李元贞傻乎乎的非得往里冲。直到这一刻，没人再开口了，只魏思瑶跳下椅子，爬下高台，在刘内监小心翼翼伺候下，昂首挺胸来到了李元贞面前。李大人，既然你如此忠心，那本宗主也送你一个礼物好了。周围这些人不是瞧不上自己吗？
觉得八荒阁是新宗门，靠着皇帝爷爷才建立起来，而自己毫无本事。那也行，今儿就让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好好开开眼。炼气期吃了就能进阶，本宗主赏你了。奶娃娃的声音还带着稚嫩的奶音，却无比清晰的响彻朝堂，让所有听到的人皆是戚戚一震。即便是魏楚夜都忍不住露出羡慕的神情。不过想想自己金丹期吃了也没啥用，而且思思小宝贝早就给他吃过更厉害的丸子，然后他就晋升金丹期了。哈哈，魏楚夜开心的捏着胡须，看看四周，果然文武百官皆露出羡慕的神情。晋王扭头看了魏宏远一眼，老十二，你这个女儿身上倒是有不少的好东西啊，锦寒能进阶，是不是也多亏了她？这话不提还好，一说出来，魏宏远脸色就变了。本来只是羡慕李元珍，现在变成为什么魏思瑶的好东西宁愿给别人都不给我？哼，都不是一家人了，锦寒能进阶，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。魏宏远心里酸溜溜的，目光也越发不善。晋王就好像没看到他的脸似的，呵一笑，继续道：到底是他还是他们啊？老十二，你口口声声说那2个儿子都是废物，结果呢，一个比一个极品。这废物哪来的这么多好东西啊？总不可能是他自己练的吧？是他娘给的。苏子涵背靠汝南苏氏，有的是好东西。可惜呀，一点都没给你。听说分家还分了3/4的产业。老十二，你现在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啊！到底是谁胡说八道？魏宏远气得老脸通红，什么狗东西，竟然说他穷的吃不上饭，简直就是造谣生事。没有的事情，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。他直接摇头拒绝。晋王看着他，意有所指的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但越是这个表情，魏宏远就越觉得生气，那感觉就像别人认定了自己是穷光蛋，就静静看他装逼似的。他还想继续辩解，而周围已经响起大家的惊呼声了。哎呀，为什么老夫不是李元珍呢？思思小郡主手里的好东西可真不少啊！可惜了，齐王竟然把这样一家子极品赶出家门。要是不合理，这样的好东西那不是随便吃啊，当饭吃，天天吃。哎，是啊，说不定早就进阶金丹期了。魏锦寒也不至于是个筑基期啊，人魏子轩才多久？不到2年进阶筑基期呢，这魏锦寒也10几年了吧？各种声音朝耳朵里传进来，魏宏远不想听都不行。皇帝高坐龙椅之上，魏宏远屁都不敢放声，只能咬紧牙关，冷冷盯着魏思瑶。奶团子知道自己造成了轰动，轰动就轰动呗。八荒阁早晚会成为最大的宗门，也早晚会造成轰动。现在只是这一粒小小的丹药罢了，算个屁哦！诸位，以后等着继续看好东西吧！哈哈哈哈！奶团子心情不错，李元珍立刻道：等下了朝，老臣便带着儿子们去八荒阁亲自拜见宗主。哦，现在魏思瑶风头无两，大家敢质疑李元珍，却没人敢质疑魏思瑶。见过小郡主。一行人纷纷行礼，别提多尊敬了。魏思瑶一脸小大人的样子点头，逗得几个人想笑，但都生生忍住了。不行，不能笑，笑了的话，丹药就真的要不到手了呀。小郡主年轻有为，听说还是宗门宗主，小人一走就该去拜见小郡主的，但刚回京要述职，只能凭借这个功夫占用小郡主的时间拜见一下。见王昌张了嘴，大家也都跟着点头附和。魏思瑶抬头认真看了一眼，确定这些人是真心实意来拜见的，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挥挥小肉手。拜见完了，走吧。啊，这走不能走啊，他们东西还没要到手呢。那什么，我们想从郡主这里求一颗能进阶的丹药。奶团子两手一摊，一脸为难。那个玩意儿只有一个。二哥进阶的丸子的确只有一个，不过他还有家里的嬷嬷呀，加丁娜进阶丸子，不过你们要他就得给吗？那真的没必要哦。奶团子睁了一双无辜大眼，怎么看都不像说谎。王昌几个人一阵失落，更有人急了，忍不住从王昌身后探出脑袋来。哎，小郡主，您背靠汝南苏氏，这种好东西应该不缺的吧？小郡主，您背靠汝南苏氏，这种好东西应该不缺的吧？哈，瞧啊，嘴脸这就露出来了。就说人啊，不能烂好心，你给人当圣母，别人反手就能把你生吞活剥，这就是人性。好了，就算是汝南苏氏有，那也是小郡主的东西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王昌忍不住出声呵斥，他只觉得有些人的嘴脸太过于恶心，见人家是个3岁的奶娃娃，就这么上杆子的欺负人家吗？王昌回头看了一眼，说话的人是南雨侯的小舅子安子南，这人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特别小气，报复心极强。此刻安子南正冷冷盯着他，眸子里满是杀意。王昌哆嗦了一下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跑过来讨丹药的人里竟然会有南雨侯的小舅子。达官贵人缺丹药吗？明显不缺的，不缺还来要，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不过不管安的什么心，王昌都知道自己可能要完了，被小心眼的安子南盯上真的会出事儿的。
他连忙闭上嘴巴，扭头匆匆往外走，然安子南却直接跟上。听到身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王昌的心情越来越沉。他一个小小的五品官员，还是外放的，可搞不过南雨侯的小舅子。喂，你走在最前头那个，过来，本郡主想骑大马了。孩子稚嫩的声音满是傲慢，但在王昌听来却好像是靡靡仙音。这不是拿他当马骑，这是救命来了。于是他小跑过来，跪下行了个大礼。谢谢小郡主。趴下吧。是。他赶紧趴下，眼角余光瞥见安子南的视线，又冷又厉。然这里是皇宫，周围这么多人，安子南也只能选择扭头离去。待此人再也看不到，王昌一边往外爬，一边老泪纵横。小郡主，臣谢小郡主救臣一命。魏思瑶挠挠下巴，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只问他：你叫什么？微臣王昌，五品，只是个外派的官员，管着这些就不要说了吗？女子不得干政。说什么女子不得干政？听得王昌嘴角直抽抽。不得干政？那您老人家天天早朝来干嘛了？哦，对了，这位小郡主天天来睡觉来了，整个早朝的议事声都盖不住您老人家的呼噜。王昌在心里默默吐槽，然魏思瑶却盯着王昌的背影若有所思呢。王昌这名字有点耳熟，大周朝廷被魔族进攻，风雨飘摇的时候，不少臣子们都生出异心，有的只想跑路，有的想求和，就只有王昌忠心耿耿追随太子抗击进攻的魔族。太子死后，他转而支持燕王，由于他掌控大周的京石矿脉的监管，便利用职务之便给燕王筹措了不少钱，这才能招兵买马，勉强稳住局势。对了，这人还有个天才儿子，只是因为进不了宗门，一身极品资质就这么毫无用武之地。心声传进魏荣轩和魏子轩的耳朵，两个少年皆是一惊，下意识多看了王昌两眼。就这个不起眼的京石矿脉监管，竟然是个忠心耿耿的大忠臣。因为思思的心声被大家听到，所有事情都改变了，皇帝和太子也都没事，李元贞将军也没事，魔族更没有机会进攻大周，天下太平无事。而如果一直这么相安无事下去，想必将来也显不出王昌的忠心耿耿了吧。兄弟二人想着，不免有点替王昌感到惋惜。然此时魏思瑶却道：虽然没有丸子了，但你可以带着子女来八荒阁，不用多了，3天一次，每次来山上大殿打坐1个时辰。说到这，魏思瑶便不说了，至于打坐1个时辰会怎么样，修为提升还是怎样，他只字不提。可王昌已经激动的眼眶微红了。小郡主这是指点自己呢呀。谢小郡主。到了宫门，王昌开心的爬起来，翻身上马往家里赶。去八荒阁，现在就去。思思，今天还去南监吗？魏荣轩轻声开口，高冷少年眉眼张开了些，脱去稚嫩，显露出更多的俊美。不去了，丸子已经到手了，他要回家。娘说最近就能搬家了，要去八荒阁了，开心。姐姐，快看看我的小宝贝。苏子涵看了一眼，忍不住笑道：真是可爱，又白又胖的小郡主啊！不是郡主，是公子。苏子涵愣了，彩梨更是一惊，差点手滑把怀里的娃娃扔出去。他脸色微白，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嬷嬷，这是满春堂出来的，一直都是他的心腹。嬷嬷立刻转身把门窗全都关好。彩梨两眼通红，扑通一声给魏思瑶跪下。彩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公主，自打第一次见到小郡主，我就觉得小郡主一定是一个顶厉害、顶聪明的人，而今只一眼，小郡主就认出了我儿的障眼法。公主，今儿这就当我彩梨托孤，你就不要管了。托孤？怎么就搞得这么严肃了？苏子涵有些懵逼，然彩梨扭头，无比严肃认真道：小郡主，您现在是八荒阁的宗主，那小女愿意做八荒阁的信徒，不求小郡主收下小女子，只求小郡主能收下我儿，不求她做您的嫡子，哪怕打杂扫地伺候您一辈子，干什么都行。我已经看透了齐王这个人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步他的后尘。当初嫁给他，只觉得终于能脱离贱籍，做个良人，现在却发现有的人连畜生都不如。彩梨一边说一边掉眼泪。一开始只觉得齐王这个人是冷情花心了些，但哪个男人不是如此？但等进了府，听说了苏子涵和柳如云的事情，见到了齐王毒打柳如云，见到了齐王听说魏锦城是个废物时的冷漠无情，见到了齐王期盼自己肚子里是男孩的贪婪，终于他见识到了一个完整的魏宏远。自私、贪婪，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他自己看起来更风光，稍有不如意就把所有的错误算在别人身上，这种毫无担当的畜生，禽兽，不能做儿子的父亲。这孩子一生下来，我就让人找来了能够遮掩性病的丹药喂给他服用，连皇姑的御医都没有看出异样。王爷见我生的女儿，扭头就走，既不关心我，也不关心孩子，
那一刻，我就真的死心了。小郡主，求您收了我们母子吧。旁边，苏子涵一脸震惊，她怎么都想不到彩梨生的竟然是儿子，而且为了瞒过魏宏远，还干着这种事。彩梨，你若是想和离，我会帮你。苏子涵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当年是彩梨想进王府，现在呢？现在彩梨明显不想在王府待了。我不会和离的。刘如云被王爷赶出府，但是魏晋汉和魏婉慧一个都没走，只能说因为公主您让齐王有了提防，就算我把儿子伪装成女儿，他也绝对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。没办法，那我就只能留下来。到时候王府的产业怎么都得有我孩子一份，就当是给我的孩子谋一个退路了。齐王府的家业尽管剩下的不多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怎么也比他在青楼里强吧。彩梨想通了一切，很快便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，一边稳住魏宏远，一边抱着孩子来找魏思瑶了。魏思瑶一直没动静，彩梨也有些紧张，想了一下，干脆拿出一大堆好吃的。彩梨没有什么钱，齐王也不曾给我什么钱财，我只能给小郡主多送些吃的。魏思瑶看了眼做的精致的点心，捏了一块尝了尝，点点头。行，你每隔3日带着孩子去八荒阁打坐至少1个时辰，我就算你们是我的眷顾者。不是弟子，只是眷顾者。眷顾者要求对主人完全的忠诚，某些情况下甚至要付出生命，但相对应的，主人也会对他们给予庇护。他们不是师徒关系，更像是从属。魏思瑶主，彩梨仆。但尽管这样，彩梨已经是万分感激了。小郡主，我儿还未取名，请小郡主赐名。赐名？苏子涵都惊了。彩梨看来是豁出去了，连名字都让魏思瑶亲自取了吗？这是真的要把一辈子都交付给魏思瑶了呀！小人歪着脑袋，此刻他神情专注，无比认真地考虑着，半晌道：“就叫彩虹吧。”彩虹。彩梨哭着磕头：“谢谢小郡主赐名，谢小郡主赐名。”既然赐名了，他的儿子才算真的能活下来了。小胖鸟，他叫了一声，小鸟落在屋子里，爪子上还勾着一缕狐狸毛。啊，这又打架了吗？收拾东西，准备搬家，咱们要去八荒阁了。叽叽叽！啊呜！梁小芝无比激动。对了，还要搞个护山大阵，可惜我的痰盂坏掉了，要是再能找到一件我的法器就好了，那这护山大阵就真的牢不可破了。魏思瑶捏着下巴，蹙眉思考。一个宗门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护山大阵最好还是搞一个。他记得大周最近可能会有一场大的动荡，会有魔族大规模入侵。虽然大家的命运都改变了，魔族入侵的事情不知道会不会发生，但最好还是小心为妙。于是他一边想，一边努力装。思思，你在做什么？送走了彩梨，苏子涵一进门便看到不断收拾东西的奶团。娘，搬家去八荒阁，那才是他们地盘。苏子涵被他逗笑了，才要说话，一道圣旨也下到了新月公主府。公主，接旨吧。皇上的意思很明白了，7日后是吉日，皇上亲自送小郡主上八荒阁。哼，咱们八荒阁呀，正式开山立宗了，恭喜恭喜！外面围观的路人炸了，这八荒阁正式开山立宗了，到时候一定要去看看的。对，大家叽叽喳喳说话。一墙之隔的齐王府内，父皇给的面子倒不小，不过到时候本王一定得去看看，不然一个相送的人都没有，岂不是让人贻笑大方？魏宏远笃定八荒阁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7天后他可得收拾得干净漂亮点，而后带上魏锦城一起去看苏子涵一家人的热闹。而这道圣旨发下来之后，苏子涵府上往来的人也就更多了。为什么不走了？夫人，这巷子堵了，里面都是人呢。什么？安慧蹙眉挑开帘子往外看去，果然新月公主府所在的巷子已经被马车堵得严严实实的。这是听说八荒阁终于开山立宗了，所以都上门来讨好处了。姐姐，你不也是一样啊？他们难道不是来讨好处的？不然谁会来见什么新月公主啊？不过是空有公主的名头，没有什么实权。他安子南连8届都不屑于8届呢。胡说！咱们这是讨好处吗？咱们南域侯府手握兵权，可是有实权的。咱们屈尊降贵来拜见新月公主，那是给足了她面子。再说了，南域侯府的马车怎么能被别人堵在外面？去，把咱们侯府的牌子挂起来，往里走。车夫闻言连忙把牌子挂起来。姐，要我说就不该来这种破地方，八荒阁屁都不是。
我宁愿花点钱进颍川三大宗，都不想进什么还没建成的八荒阁。安子南言语之中满是不屑，中原地区的宗门，他唯一看得上的就只有玄天宗，可惜人家玄天宗不肯要自己，那退而求其次也得是颍川三大宗那样的宗门才配得上自己，去什么八荒阁？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皇上投了钱给了地修的，说到底，这八荒阁他是姓魏的，懂吗？安子南摇头晃脑，懂。安慧气得咬牙，这个弟弟就是个纨绔，明明脑子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听你叨叨，真是气死人了。总之，现在八荒阁刚开山立聪，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你去了能谋求一个高位，以后就是宗门的高层，皇上也会记得你的好。总之，现在加入八荒阁好处多多，姐姐这是为了你的将来谋求呢。啊，是啊，到了吗？安子南还是一副吊郎当的样子，他对八荒阁没想法。至于魏思瑶，只不过是早朝上一个小小的豆芽刺儿，自己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。至于新月公主府，他唯一忌惮的也就只有魏荣轩，这少年修为高，而且十分冷静老道，只是看一眼他都会觉得害怕。除此之外，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魏思瑶手里的丹药，给李元珍的那一粒，真的吃了就能让炼气7进阶筑基期。那自己吃了呢，是不是一样能进阶？公主，南雨侯夫人来了。苏子涵听到南雨后夫人来了，赶紧扭头迎接。娘，您辛苦了。门口，奶娃娃看到苏子涵走出来，懂事的扑过来，仰头道：今儿人多，有的是真心的，有的有所图谋，娘亲不必管，你就说思思是宗主，一切我说了算。奶团子不大，却十分执拗地拍着小小的胸口，一副娘我给你撑腰的样子，逗得苏子涵忍不住一直笑。是我的宗主大人，放心，娘处理得了。说完，扭头往外走去。安慕的视线一直盯着苏子涵，一直到苏子涵走了，周围再没有第三个人，他才扭扭捏捏道：小郡主，我好像也要进阶了。安慕也要进阶了，他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一个下人，决定一辈子跟着小郡主的，现在天天挨着小郡主，竟然还挨进阶了，明明他一直没有修炼过的呀！啊呀，一定是沾了小郡主的光，可不修炼不学功法就进阶什么的，也太占便宜了吧。我知道啊，不用不好意思。魏思瑶笑嘻嘻，自己身边的人要进阶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？而且又有团子可以搓了，哈哈，开心死了。不过不急，现在别进阶，等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若是有不知分寸的客人捣乱，你就挨着他进阶，炸飞他们，嘻嘻。奶团子一边说一边拍手笑，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，就像是碰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。旁边安慕都傻了，站在客人身边进阶还炸飞，这样真的能好咩？啊，炸飞客人？没事的，一切有我在。奶团子拍着自己的小胸膛，安慕还真的被他说动了，于是也认真的点点头。一切我都听小郡主的。这就对了，来，小雪球，继续玩球。小狐狸一跃而起，直接把安慕手里的球扑过来，跟小胖鸟两小只一起抢夺。魏思瑶也跟着加入，三小只玩得不亦乐乎。而苏子涵此刻也把安慧迎进来了，一进院子，安慧便看到了玩球的魏思瑶，她立刻停下，上下打量着奶团子。这就是小郡主吧？像公主您更是有能耐的，马上就是宗主了呢。说着，她笑眯眯对魏思瑶道：小郡主，妾身抱抱可好啊？好你个大头鬼，他是想抱就抱的吗？想着，魏思瑶扭头，直接用屁股对着安慧，自己吭哧吭哧继续跟小雪球抢球。被无视的安慧笑容差点绷不住。苏子涵笑笑，夫人还是进去坐吧。哼！安慧冷哼一声，带着安子南往里走去。苏子涵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容貌依旧像28年华一般瑰丽，毕竟修炼之人保养得当，活得也长久。安子南忍不住频频打量，只能说苏子涵长得还真是好看，比自己养在外面的女人要好看得多，也十分有气质。真要形容的话，外面的就是一片野花，这才是一株开得雍容典雅的牡丹。安子南的视线变得有些放肆，苏子涵微微蹙眉，冷冷道：云香，领公子去旁边男子的席位。公子这边请。安子南看向安慧，见他点头，只能不情不愿地离开。出门又看到魏思瑶，安子南想了下，跑到魏思瑶身边，然奶团子看都不看他，依旧在跟两小只玩球。他们玩得很简单，就是简单粗暴的抢来抢去，谁抢到谁玩。安子南看了一会儿，便觉得没意思，道：啊，小郡主，我有个更有趣的玩法，要不要玩？不啊！奶团子头都没抬。安子南，现在的孩子都这么不好忽悠了吗？上来就把后面全都堵死了，他还怎么玩？郁闷归郁闷，但他还是再接再厉。真的，比这个好玩多了。然还是没反应。哦，不，有反应。刚才魏思瑶都不笑的，现在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恍若在说我这个可好玩了。突然有点生气，是怎么回事？安子南决定忽悠一下魏思瑶。你若是按照我说的玩，这一瓶极品丹药就给你了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懂？终于，玩球的三小只停了下来，毛茸茸的小雪球和小胖鸟接回头看向安子南，用一种看傻子的表情。安子南，
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被2只畜生鄙视了？但不可能，畜生怎么可能鄙视他？又没有开灵智。那，你看，真的是好东西的。唉，魏思瑶叹了口气。奶团子不大，小小的人儿在那里站着叹气，莫名有一种可爱的感觉。看得安子南手指痒，好想捏捏这肉嘟嘟的小脸。你叹什么气啊？那，给你。安子南把东西递过来，魏思瑶看都不看。我叹气你好穷，堂堂南雨侯小舅子，竟然拿着几粒养息丹当好东西，你是不是没见过好东西？真可怜。与此同时，小雪球和小胖鸟同时叹气。哎呀，我去，果然最开始感觉到的不是幻觉啊！魏思瑶突然来他身边，抬头摸了摸他的头，以示安慰。算了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说吧，你要玩什么，我陪你好了。安子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，这尼玛有点不太对劲了呀！但管他呢，他本来也是为了忽悠某个人跟自己一起玩游戏的，现在目的达成了，正好，哈哈哈！安子南几乎要笑出声来，只能说3岁的娃娃真的太好骗了。这人是不是有点毛病？骗？不，小主人真的只是在逗你玩罢了。2小指摇头叹气，真不知道傻的到底是哪个。不过小主人那手上的镯子是不是摘下来比较好？他们突然很希望这个蠢货能听到小主人的心声，一定很精彩，哈哈哈！想着，小狐狸率先冲出去，踮起脚立起身子，小爪子搭在魏思瑶肉乎乎的手腕上，不断碰触着那一对镯子。你让我收起来，怕玩的时候碰碎了。小狐狸认真点头，奶娃娃十分认真地想了一下。好吧，毕竟是黄爷爷给的，弄碎了不好。于是魏思瑶收了镯子，塞进储物袋，对某人勾勾小手指。来吧。啊，什么时候能赶紧长大？现在竟然还要陪一个傻子玩。突然听到声音的安子南，什么动静？堂堂新月公主府竟然有鬼！安子南吓了一大跳，左右看看却什么都看不到，再看看周围的人，不管是安慕还是魏思瑶都无比平静。咋地？幻听？安子南掏了掏耳朵，觉得自己最近可能太用功修炼，都修出幻觉来了。安子南看向魏思瑶，忽而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小郡主啊，咱们玩个游戏怎么样？你赢了，我就把手里的这瓶养息丹给你。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得给我一粒李元珍那样的丹药。说完，他也不等魏思瑶同意或者不同意，直接开口询问：小郡主，你听说过蹴鞠吗？蹴鞠？那不就是足球？上辈子做千金小姐的时候，我家院子里有个足球场。什么声音？足球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上辈子做千金小姐的时候家里有足球场？安子南觉得有些晕，不过魏思瑶已经等不及了，摆摆手。开始吗？开始吗？还不开始吗？你行不行啊？啊，这娃娃怎么还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？咋的？你很厉害吗？安子南在心中嗤之以鼻。总之他不觉得魏思瑶会蹴鞠，顶多只是会用脚丫子拨蜡球而已。想着他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掏出一个圆环，慢悠悠挂在了附近的树枝上。看到那个圆圈了吗？踢进去就算进1球，谁进的多就算谁赢。魏思瑶瞪大双眼，点头。这比自己想象中的要简单的多啊，还以为要上演一场足球大战，比如说带球过人、倒挂金钩什么的。如果只是点射的话，根本没难度啊。奶娃娃仰头看向安子南，拍拍自己的小胸脯。我让你先来。哎呀，安子南气笑了，心道这奶娃娃人不大，倒是挺自信的，还让他安子南可是大周皇室蹴鞠队的，还用你一个奶娃娃让？但现在让就让吧，他的目标可不是真的跟魏思瑶比赛，而是为了魏思瑶的丹药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让了。那就我先来，从这里开始吧。这里，哥们儿，你开玩笑呢？那声音又响起来，带着不可思议的戏谑和讥讽，顿时让安子南老脸通红。不行，太近了。安子南低头看看，的确位置挺近，2米的距离，是个人都能把球踢进去。此刻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。哎，那是谁啊？竟然欺负3岁的孩子！你不认识啊？那是南雨侯的小舅子安子南，就是个纨绔。别说欺负3岁的孩子，在街上还抢奶娃娃的糖吃呢。咦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太过分了吧！快来看啊，南雨侯的小舅子欺负3岁娃娃了！周围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，围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。看热闹的人的视线刺在背上，安子南的脸更红了。日了狗，今儿新月公主府怎么这么多人？安子南还在别扭，魏思瑶已经推着球往后面跑了。他跑了大概有7、8米的样子，回头看了看距离，似是在认真思考这个距离怎么样。安子南连忙追上来。这里吧，就这里了。7、8米的距离还算在掌控之中，他如果全神贯注好好踢的话，应该能进。行不行？太近。魏思瑶踢着球继续往后跑，嗖的又跑出去几10米。安子南甚至觉得这丫头要是再跑远一点，自己可能都看不见这个小豆丁了。不是，至于跑这么远吗？我们家的院子太小了，玩球都玩不开。远处传来团子奶声奶气的叹息声，安子南当场就裂开了，合着这距离还嫌近啊？
咋的？院子太小，影响你发挥了呀？安子南在心中嗤之以鼻，大家都说他安子南能吹牛，现在看看新月公主府的小郡主比他还能吹，这就是个大忽悠。鉴定完毕。好了，就这里了。远处，魏思瑶挥舞着小手手，安子南看看距离，好吗？已经超过50米了。他站在魏思瑶身边，甚至都看不清球门在哪里。安子南，这怎么踢？再看看四周，周围的人明显一副看安子南欺负小娃娃的表情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欺负3岁孩子，他只能点头。行，就按照你的，就在这里比。反正大家都踢不进去，结果就是谁都不进，而后缩短距离再比呗。哼，早晚还会回到2米以内的。安子南不屑一顾。那你先来吧，让你。魏思瑶严肃认真，那小模样跟个大人似的，看得周围的人直乐。思思小郡主真是可爱啊。就是啊，怪不得皇上如此宠爱，我都喜欢的紧呢。人们窃窃私语，满眼都是对魏思瑶的喜爱，至于多少是真心不好说。说好了，你若是输了，安子南怕小娃娃忘了，毕竟3岁的孩子最会耍赖皮了。说好了，我若是赢了，你的养息丹给我。行。安子南满意点头，十分熟练的伸腿一勾，把球勾到脚边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不要太畅通。周围的人见状越发摇头。听说安子南在蹴鞠队是个蹴鞠好手，所以他就是在欺负3岁的孩子。思思小郡主好可怜啊，竟然要被这样的纨绔欺负。周围响起各种声音，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。安子南气不过，心道不让自己放水。而后他看了眼50米开外的球门，努力对了对焦，终于隐约看到一点轮廓。算了，随便踢踢吧，反正大家都进不了，而且这样还显得自己没欺负孩子。想着他随意一脚踢出去，果不其然，球偏了，偏的还很厉害。奇了，纨绔也会让别人啊！周围响起惊呼，安子南爽了。你真的很菜。不是，你行你上啊。他蹙眉看向魏思瑶，奶团子一边摇头叹气。诺，看好了，距离1分不差，没欺负你哦。安子南维持微笑，心道老子就看着你踢不进去。于是他礼貌地退后一步，站好，看起来十分大度。而后魏思瑶就在他无比大度的视线之中，深吸一口气，一脚开球，砰！正中圆心，进球了。所有人都懵了。哎，我眼花了吗？竟然进了！你输了。安子南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真的输了。安子南在心中骂娘，他有些不可思议。不行，刚我没好好踢，我让你来着。对，他刚才就是随便踢的，真的是随便踢了踢，都没使出全力。安子南一边点头，一边觉得自己还是挺大度的，还会让小孩。你让我？不像吧？奶团子撇嘴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让自己了吗？现在的大人怎么回事？张嘴说胡话。真的让你了，我都没好好踢，真的，我真的只是随便踢踢的啊！这样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就再往前挪一挪啊！就往前挪一挪。安子南抱着球往前了3步，想了想，又往前了3步，直接从50米的距离缩短到了40米。而后他终于能清楚地看到球门洞的大小了。这个位置还差不多。对，早就该站在这里踢球了，站那么远，连门洞都看不见，还怎么踢呀？就放这里了啊，小郡主，来，继续。安子南这回信心满满，他得意地叉腰立在那里，眸子看向魏思瑶，简直把这次稳赢几个字写在了脸上。哎呦，竟然往前了这么多呀！50米都能踢进去，这个距离岂不是更简单？思思小郡主稳赢的。就是啊，没难度的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力挺魏思瑶。安子南的脸色有些不太好，忍不住道：我这可都是为了小郡主。那距离虽然能踢进去，但是距离太远，对小孩子发育不好。你看，小郡主小胳膊小腿的，又没有修为，要稳。安子南只字不提自己能踢进去的事情，只说一切都是为了魏思瑶，为了孩子。大家皆斜着眼睛看他，努力不去拆穿他的谎言。魏思瑶耸耸肩膀，他是无所谓啦，不过可以开始了吗？他仰头看向安子南，这回我先吗？不，还是我先。安子南深吸了一口气，表示必须要自己先来，万一踢不进去，还能临时反悔。想着他直接摆好姿势开踢，然后果然没进。这都进不了，脚得多臭啊！嘀咕的声音被大多数人听到，不少人皆被逗笑，窃窃私语的声音也越发大。是的，这脚多臭啊！笑死我了，臭脚！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但说的可真对呀。众人嘀嘀咕咕，魏思瑶挠了挠头，他怎么没听见第一个说脚臭的人啊？难道站得太远了？算了，不管这些，他抬头看向安子南。那我还用踢吗？明显稳赢的局啊，感觉他好像都不用抬腿了。安子南老脸通红，他快崩溃了，自己竟然连一个3岁的娃娃都踢不过，好歹自己也是皇室蹴鞠队的成员，跟名人踢过球的，竟然连球门都踢不进去。
看看周围的人的议论，再看看睁着一双无辜大眼睛的小姑娘，安子南豁出去了，他要开始耍无赖了。等等，这距离不对，你等我再调整调整。对，他还要再调整调整才行。于是他又抱着球往前冲去，这次直接冲到了20米的距离，整体把距离缩短了一半。周围看热闹的宾客都傻眼了，这次竟然这么近了，得有20米了吧？哎呦，这距离狗都能踢进了吧？咋的？踢不进去就是狗了吗？魏思瑶在心里哈哈大笑，那笑声贴着安子南的耳朵响起，搞得他堂堂南雨侯小舅子面红耳赤。奶奶个腿的，今儿竟然丢了这么大的人，该死！他恼羞成怒，但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脸反正已经丢光了，那这个球无论如何他都要踢进去。于是他干脆弯腰一把抱起球，继续往前跑，看得周围瞧热闹的客人们都惊了。不是，韩公子，你这是要抱着球回家吗？啊，歪歪，你去哪儿？还没比完呢。安木见状也急了，小郡主，那是你最喜欢的球了，他怎么拿着就跑啊？呵呵，可能只是太想赢了吧。话才说完，安子南终于停下了脚步，而后在距离球门1米的距离放下了球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抬腿，无比轻松地把球踢进了门洞。踢进去之后，他还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进了，进了！小郡主，你看我进了。哦，魏思瑶无比淡定，慢悠悠走过来，摊开小肉手，把氧气丹给我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进了。我50米进的，你1米进的，谁输谁赢一目了然。氧气丹给我吧。给你，想得美。氧气丹可是他身上很昂贵的东西了，不能给。于是安子南脖子一梗，他要开始耍赖皮了。而似是知道他要耍赖皮一般，魏思瑶也眯了眯眼睛，微微一笑，奶声奶气地爆出一个让安子南崩溃的大料：你睡了你姐夫的小妾。安子南，我操！安子南觉得自己的脑袋都炸了，这事儿谁都不知道，连自己姐姐都不知道，这个3岁的奶娃娃是怎么知道的？只是一息的功夫，安子南的后背就湿透了，他整个人都要炸了，慌乱之余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但身体已经率先行动，一把捂住了魏思瑶的嘴巴。小郡主，饶命啊！安子南满头大汗，濒临崩溃，他下意识左右看看，见大家好像没什么反应，应该是没听到吧。安子南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喂，你放开我们家小郡主！安木急了，赶紧把魏思瑶护在怀里。安子南也是吓到了，他没想到自己藏得这么深的事情，竟然分分钟就被一个3岁多的奶娃娃知道了。现在好容易平静下来，他连忙双手合十，对魏思瑶求情：小郡主，刚才的事情绝对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那你承认不承认你输了？能不承认吗？不承认自己的丑闻就要满天飞了。他赶紧点头。是我输了。行，那你告诉所有人是你输了。安子南只能起身对所有人道：诸位，今天我安子南输给了永乐郡主，这氧气丹今儿就输给小郡主了。说完，他把氧气丹拿出来，也不管什么肉疼不肉疼了，赶紧麻溜地递给了魏思瑶。小郡主，这下行了吧？魏思瑶微微一笑：行了，当然行。这氧气丹要不要无所谓，但是输了就得认输，没人能在他面前耍无赖。想着，他将氧气丹直接丢给安木。诺，给你了，晋升之前吃，能稳固灵气。安木一惊，摆手表示自己不要，却被魏思瑶按了回去。给你的，吃就是。说完，带着安木离开。余下安子南盯着魏思瑶的背影，眸子冰冷至极。还是得恭喜新月公主，八荒阁马上开山立宗，想必人手一定很短缺吧？我弟弟是个能干的，想必能帮上公主的忙。说完，把回到身边的安子南往前一扯，立在苏子涵面前。今儿本就是为了八荒阁里的位置来的，安慧不可能空手而归。苏子涵不动声色道：这恐怕得服了夫人的好意，我们人手已经足够了，暂时用不到这么多人，若是再有需要，本宫定要上门叨扰。人手足够了？安慧眉头一皱，再没了遮拦，直接质疑：哼，怎么可能啊？你们能拉拢到什么人？安慧的声音不小，直接让朝长的房间完全安静下来。此刻，不少人皆望过来。南雨侯是淑妃的娘家，在朝中也算有权有势。新月公主府虽然得了八荒阁，但只是个空壳子，根本敌不过南雨侯的。我们八荒阁人手很多。众人齐齐望去，只见3岁多的奶娃娃立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一个小丫鬟。安慧瞥了这奶娃娃一眼：新月公主，女儿再优秀也不过才3岁半，只是个孩子，有些时候还是不要由着一个孩子的性子来，以免酿成大祸。安慧自然没把一个3岁半的奶娃娃放在眼里，在她看来，皇帝虽然把八荒阁给了魏思瑶，但实际掌权的绝对是苏子涵。然谁知此时苏子涵却直接开口道：夫人错了，
皇上已经把八荒阁交给小女，即便她只有3岁半，她也是八荒阁能决断的唯一宗主。要不要人这事儿，本宫说了真不算。夫人还是问问宗主的意思吧。什么？这个新月公主竟然这么不给面子的吗？安慧都惊了，她诧异地看了苏子涵一眼，然而苏子涵看都没看她，只低头淡漠地喝着茶，搞得安慧十分没有面子。可一想到八荒阁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，她又不得不把怒火压回去，一双眼睛冷冷盯着魏思瑶，偏面上还要陪笑。既然新月公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想问问，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手？一个宗门，管事是不能少的，然后就是各个分类的宗师，像丹修的大宗师、剑修的大宗师，还有符修、气修。安慧扒拉着手指，总之修士可以分为很多种，她还可以掰扯更多。魏思瑶不耐烦地打断她，各个分类就不必这么多了，就算只玄天宗也只是体修的修士而已，神农宗更是只有丹修，宗门没必要搞那么多，忠于一样就可以了。夫人说的那些，我们八荒阁真的有了。安慧还想挣扎一下，道：那你们八荒阁有厉害的人做宗师吗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子楠的剑术还是了得的。魏思瑶啧了一声，扭头看向门外，徐渊舅舅还没到吗？传讯符都发出去了，这位还在磨蹭什么呢？赶紧过来打脸了。什么徐渊？安慧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当即在一边摇头讥讽。这个名字闻所未闻，这么一看肯定不是什么有来头的人。八荒阁虽然是刚建立的新宗门，但也不至于搞一些来路不明、毫无知名度的人来吧。毕竟是皇上亲自下旨建造的宗门，代表的可是咱们大周的脸面，大家说是吧？安慧故意带节奏，眸子也跟着左顾右盼地看向屋子里坐着的女眷们。一群女人坐在一起，肯定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只会待在内宅的人。她们互相看了看彼此，面面相觑半天，都跟着点头。是啊，八荒阁代表的可是咱们大周的颜面呢。而且，妾听说三国的弟子们，还有颍川的3大宗的弟子，不都来咱们大周的南间了吗？这个时候，八荒阁开山立宗，是得找那些响当当的人物来才行啊。新月公主，这事儿是不是重新考虑为好呀？八荒阁毕竟还关系着咱们大周的脸面。明明都是深闺之中的女人，现在却嚷嚷着说起什么家国大事来了，真是无奈。你们这些人懂什么？魏思瑶在一边摇头叹息，苏子涵也微微皱起眉头。娘，你就让他嘚瑟。新月公主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呢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热心肠。这个徐渊真的是没有听过呀。说着，他扭头看向其他人，故意问：你们听过徐渊这个名字吗？他身边的夫人是一等伯的夫人，自然是不敢惹南域侯府的夫人，连忙笑着摇头，没听过。如果是厉害的宗门的人，我们多少也是听过的，像是颍川3大宗的青阳真人以及郑玄上人等等，大家都没听过徐渊这个名字，但是我们子楠的名字却是响当当的。我们子楠当初在青云大比上可是拿了第3名的。啊呸！不过是一坨狗屎，还真往自己脸上贴金啦！什么东西？你弟弟是什么狗？你这个当姐姐的不知道吗？你们可是亲姐弟，一个茅坑里爬出来的东西。魏思瑶在心里骂骂咧咧，她的心声毫无意外又被大多数人听到了。所有人皆脸色微变，安慧恼羞成怒，看向四周，是谁在说话？咋的？被听到了？不可能吧？没人说话。夫人是不是想借题发挥，所以才故意说有人说话？安慧有些不自在地往四周看看，果然大家表情都没什么变化，好像真的没有人听到似的。她正愣了一下，而后扶了扶额头，心道自己怕不是真的出现了幻觉。怎么会呢？我是来道喜的，借什么题发什么挥呀？我就是觉得我们子楠比那个什么徐渊强，而且大家都这么想呢，大家说对吧？公主，徐渊来了。魏思瑶开心地咧开嘴笑了。安慧只瞥了一眼便不屑一顾，更是直接给徐渊下了定论。还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寂寂无名，毫无名气呢。总之一看样子就绝对比不过他们安子楠，妥妥的。徐渊收到魏思瑶的传讯符，便立刻赶来了。思思啊，什么事啊？魏思瑶还没等张嘴，安慧就走到徐渊面前，慢悠悠转了一圈，那大量的视线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放肆打量。徐渊微微蹙眉，明显能感觉到来人的不怀好意。哟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徐渊呢，瞧着也不怎么样嘛。新月公主，这种人不行的。就是八荒阁怎么能用这么平平无奇的人，会给大周丢脸的。众人你一言我一句，说的都是安慧想听的话。徐安这会儿也听出来了，这些人恐怕是为了八荒阁来的。徐某可不是什么平平无奇之辈。小郡主，不妨让这2个人比一比如何？看看到底谁更强。
到时候我们就留下哪个，如何？阿妈呀，这人是来搞笑的吧？还比一比？哼，安子南那熊样，连3岁的娃娃都比不过的。魏思瑶眉毛挑起来老高，看安慧就像看一个笑话。他知道某些人今天一定会丢大人的。而这心声踢耳朵响起的时候，安慧又一惊，下意识左看右看，她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但看周围的人神色如常，又只能压着火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里却已经在破口大骂，让他查到是什么人在多嘴多舌，一定拔掉这人的舌头。假如若是我弟弟赢了，他就是八荒阁的大执事，但为了公平公正，省得有人说我南域侯府欺负人。如果输了，我让我弟弟回去闭关，直到能赢的时候再出来。好，那就来吧，比什么你来选。不欺负你，就比最普通的剑吧。比剑？这厮竟然跟徐渊比剑，我真的要笑死了。哎，那什么安木，我的小板凳呢？我得零食瓜子呢，全都拿出来，一会儿我全都要用。哈哈哈。我这柄长剑可是炼器大师纯云子锻造的，那可是大周境内有名的炼器大师。我说你叫什么来着？他挑眉挑衅地看向徐渊，徐师兄冷眼看着这个小卡拉咪吹牛逼。徐渊，好，对，徐渊。嘿，一会儿比试的时候你还是小心一点，我怕一不小心戳死你，再伤了我们跟新月公主府的和气。说完，他便再也忍不住嚣张的哈哈大笑，安慧脸上也跟着浮现出一丝丝满足和得意。魏思瑶漆黑的大眼睛亮晶晶的，他故意走到徐渊身边，仰头扯住徐渊的手，奶声奶气问：“舅舅，你觉得他的法器如何呀？”徐渊摇头：“哼，不过是个破烂货罢了。”哎呦，严重了，真的连破烂都算不上。魏思瑶在心里哈哈大笑，刚才还能嘚瑟的安慧和安子南，现在嘚瑟不起来了，他们原地气炸了。你说谁是破烂货？不如阁下把你的法器亮出来，也让我们看看你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舅舅，你把你的法器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吗？而且我们大家也都想看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哈哈，这可是昆仑宗第一剑修的剑，拿出来吓死你们，哈哈哈。徐渊瞥了眼奶娃娃眸子里的期待，忍不住也笑了笑，扭头看向苏子涵，见师妹也冲他点点头，徐渊这才缓缓从储物戒指里抽出一柄剑。若是以前，徐渊就算拔剑也会隐藏剑的气息，但这次没有，所有禁制全开，毕竟演武堂本身就有禁制。于是明明剑还没拔出来，只是露出一点剑柄的颜色，众人便感觉到了如狂风暴雨一般侵袭而来的威胁戾气。安慧和安子南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，可现在已经晚了。徐渊脸色不变，却加快了手上的速度，倏地抽出长剑。这哪里是剑，这分明是一剑至宝。这安子南都傻了，他茫然看向安慧，心中无比焦急。姐，就这法器还有比的必要吗？比啊，不，这绝对是送命题呀！安子南真的是刚才有多嘚瑟，现在就有多傻眼。本来还挺意气风发的，现在止于下了瑟瑟发抖。安子南咽下口水，喉结狠狠滚动了一下，他不想比了，真的，但是又不好自己提出来，毕竟他也是要面子的。此刻安慧的脸色也十分难看，怎么说呢，有一种踢到了铁板的感觉，但是更多的感觉则是丢人丢大了。哼，还比吗？还比吗？就问你们还比吗？徐渊舅舅给力，好想立刻给徐渊竖起大拇指，灭哈哈哈！这声音无比嚣张，后面还跟着哈哈大笑，听得安慧怒火中烧。他很想按着弟弟的脑袋跟徐渊比一比，但是一看到弟弟求助的眼神，他也只能把怒火往自己肚子里咽。比个屁呀比！真要比的话，人家不用动，光迸射出来的剑气就能搞死他弟弟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安慧也明白自己不低头不行了。这位徐渊仙人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头？认输也得知道这人到底什么玩意儿吧。昆仑宗第一剑修大长老徐渊。昆仑宗那不是？对，西北第一宗。徐渊冷冷开口，竟然是西北第一宗门的大长老，厉害呀！这么一看，安子南根本不是对手，皮鞋都不配啊！嘘，南域侯夫人望过来了。安慧已经不能再装逼了，她只能陪笑开口啊，原来是昆仑宗的大长老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子南，还不把剑收起来，过来见过大长老。若是能得大长老指点一二，你定能再进步。这就是给安子南递梯子呢，他们姐弟俩默契十足，安子南更是直接跟上。大长老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见过大长老。恍若刚才嚣张嘚瑟的是别人，但可惜徐渊完全不给这俩人面子。我还有话对师妹说，没什么事的话，
诸位还是请回吧。徐渊，这是在赶人了。安慧自打嫁入南域侯府，还没被人这么赶过，当即脸色难看，但众人根本打不过，他也只能狼狈地扯着弟弟离开。